Yogi 八俊神善财的72个故事。被偷走的早餐。有一天，一位学生来见师父，他说：师父啊，能跟随你学习，我真的很开心，真心感激你的慈爱和指导。这些年来，我在这里学得很多，也过得很充实。明天我想向你请教一些问题。师父对他笑了笑说：好啊，你什么时候方便呢？学生说：师父，任何你方便的时间都可以。师父说：不是的，我问的是你什么时候方便。这位学生回答说：如果你这么说的话，那我想先吃过早餐，去散一个步，然后再过来向你请教问题，听您的解答。师父说：可以啊，你先吃早餐，再去散步，然后再来。说完，师父笑了笑。学生看起来有点困惑，他问：师父啊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师父说：没事没事，你会吃完早餐，上完步，再过来找我，清楚吗？学生说：是的，师父。那天晚上，师父跟他行程安排的秘书说：明天早上我们得出门一趟。他的秘书说：师父，你今天不是跟那位学生约好了吗？你已经答应过他，在他吃过早餐、上过步之后。师父打断他的话说：不用担心，他明天吃不了早餐，也不会去散步，更不会来找我的，我们可以去办我们的事。秘书很惊讶地问：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师父说：明天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东西他可以吃。这位秘书也是师父的学生，很想测试一下他的师父。他对他的师父还没有那么多的信心。他给那位学生送去了一个信息，写着：师父说，明天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吃，你要特别留心，小心准备早餐，好好吃，上完步，然后来见师父。他发送这个特别的信息后，心里想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第二天早上，那位学生起床，他平常习惯吃一块大烙饼配一大片洋葱当早餐，这是他每天固定的修行餐。他揉了面团，烙好饼，把洋葱放在上头，小心翼翼地端到桌上去。他非常仔细地做这一切，比他平常做得更加小心。不幸的是，正当他要把早餐放上桌时，脚不小心踢到了什么东西，那块烙饼就这么从他手中滑落。下一秒，他家的狗好像早就准备好了似的，一口咬住那块烙饼就跑了。学生眼看饼被抢走，只好转而去找洋葱，但洋葱也掉到地上了，还没来得及捡，一只小狗就冲过来把它叼走了。他到处寻找，但是那一天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吃了，因为他的修行就是每天早上吃一块烙饼配洋葱。结果就是没吃早餐，没散步，没去见师父，整个节奏被打乱了。师父当天一早就出门，晚上才回来。秘书一直跟着，回来后就到处打听，那位学生有来吗？他不是说早上要过来的吗？大家都说没有来。他问怎么回事呢？我还特别送了信息给他确认呢，他怎么会没来呢？赶快去问问发生了什么事。
有人去查了，送回来的信息是：早餐被大狗叼走了，洋葱被小狗抢走了，散步被饥饿带走了。我现在只能坐着，等待着明天早上。愿所有阅读这些故事的人都变得丰盛、美丽和幸福。借着这个谦卑的祈祷，愿我们分享这些流传千古的美妙故事，来帮助我们的记忆，引领我们的生活。当一个人爬上楼梯，从第一个故事到72个故事的最后一个，终会抵达无以伦比的美丽、丰富和幸福的顶楼。